大事件，有媒体表示，台湾要采购美国退役的滨海战斗舰，并且一次性采购6艘，单价只需要2000万美元。看到这个消息，火力军也是心里一愣。作为服役最长不过8年，最短只有3年的神奇军舰，台湾要不要采购？如果采购了，能拿来干什么？今天火力军就和大家聊一聊。在11月17日，顶替镇海专案的新一代轻型巡防舰项目，在高雄中信造船厂进行首艘防空型轻型巡防舰的开工典礼，并完成了首片钢板切割，预示着台湾轻型巡防舰专案正式进入建造状态。按照台湾的计划，预计将要建造12艘，总计预算金额为245亿元新台币。前期是打算建造2艘原型舰，防空型、反潜型各一艘。在2026年10月前将原型舰交给海军，等测试通过后，后续再扩编建造10艘反潜型与防空舰各5艘。但在这个时候，又有消息传出，表示台湾将采购美国退役的6艘滨海战斗舰，原因是台湾轻型巡防舰可能无法满足台湾海军的需求，反倒不如向美国采购滨海战斗舰来取代现役老旧的济阳级护卫舰。另外还有消息显示，台湾已经在与美国洽谈采购案的相关事宜。其实，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刊登过一条消息，计划在未来1到2年内，通过对外军事销售计划出售6艘滨海战斗舰，其中4艘自由级是在2019至2020年服役，分别是维奇托号、比林斯号、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以及圣路易斯号。2艘独立级则分别是2015至2016年服役的，分别是杰克逊号和蒙哥马利号。按照计划，服役较早的2艘独立级预计将在2024年出售，另外4艘自由级则会在2025年出售。纵观这几艘水面舰艇，服役最长的只有8年，服役最短的只有3年。同时，美国并没有透露可能购买这些军舰的买家是谁，如今却传出是台湾。这6艘滨海战斗舰究竟行不行？下面我们来好好分析一下。在冷战结束之后，苏联海军也随着一同瓦解，美国成为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环顾四周，一个能打的都没有。这时候就有人觉得，美国海军接下来面对的海上冲突，最多是在沿海浅水区与中小型海军作战，远洋舰队反而不易行动。再加上美国国会希望在冷战结束之后削减庞大的舰队，多艘水面舰艇也接近退役年限。于是海军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希望可以设计一款吨位小、机动性高、造价又相对便宜的通用舰体，然后利用模块化设计，可以快速更换舰上人员、武器系统以及侦搜装备，执行反舰、反潜、扫雷以及特战等各种任务，来取代每年维护费用高达8100万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1994年，美国用过了21世纪水面作战舰艇任务需求方案，2001年项目正式确定，设计3型功能不同的舰艇来满足海军的新需求，也就是负责对地攻击的 DDX， 负责防空的 CGX， 以及负责滨海作战任务的滨海战斗舰 LCS。DDX 也就是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最终只建造3艘便结束了。CGX 项目在2011年就停止了，而 LCS 就是滨海战斗舰。由于这是一个全新概念，并且还采用了特别的模块化设计，美国海军为了分散风险，同时也为了加快建造速度，便同时采用了洛克希德与通用动力的设计方案。前者命名为自由级滨海战斗舰，舷号为单数；后者命名为独立级滨海战斗舰，舷号为双数。为了保证高航速，2个型号都采用了独特设计。自由级采用微型半滑行单体设计，看上去与传统军舰区别不大。独立级就有点不一般了，设计非常前卫科幻，采用了3体穿浪打甲板设计，最大好处就是能在吨位有限的情况下扩大甲板的面积。独立级后甲板面积达到惊人的1000平方米，比同级军舰要大上2.5倍。关于滨海战斗舰其他参数，这里就不再过多赘述了，在这儿还是要详细分析一下滨海战斗舰为什么会提前退役，另外就是在台湾装备之后又该怎么去应用。首先，根据美军自己的经验，第一个问题就是设计之初提出的一个要求，美国希望能大幅降低操作成本，尤其是人力方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款滨海战斗舰都大量采用了自动化技术，以机械来减少人力。
但服役之后发现，在海上航行还是需要足够的人手来进行一些琐碎工作与传统任务，人员不足也导致成员太过疲劳，训练也无法落实。其次就是自动化技术，虽然在短时间内的测试都很可靠，但长时间在海上航行，恶劣的海洋环境还是会大大增加这些自动化系统的故障率。但由于这些系统比传统设备更复杂，在维修方面问题很大，更加暴露出人手不足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材料，在材料方面，独立级依旧采用传统钢材，自由级因为构型不同，采用的舰体材料也大大不一样，使用了铝合金材料。虽然可以让整体舰艇的重量下降，但也出现了一个巨大问题，滨海战斗舰使用的铝合金是专为舰艇生产的5083和6082铝合金。美国原以为这种材料的抗打击能力与抗腐蚀能力都是相当不错的，但实际根本不是这样。舰艇专用的铝合金被腐蚀的速度非常快，需要进行不断保养才可以。自由级滨海战斗舰想要进行全方位维护，每年至少需要花费7000万美元，这个价格已经与阿利伯克级的维护费用相差无几了。美国海军为了在日常使用中尽可能的延长其寿命，在使用手册中明确规定，滨海战斗舰的日常航速不得超过15节。本来滨海战斗舰是以速度著称的，如今却对速度进行了限制。本来在美国海军的设想中，滨海战斗舰是一艘能够代替驱逐舰履行日常打杂任务的廉价舰艇。就算设想中很廉价，美军也要为单艘舰艇掏2.2亿美元。然而实际建造下来，却让财大气粗的美国感到啧舌，因为单艘舰艇的实际成本居然高达6.55亿美元，再加上不菲的保养费用，这对美军来说简直是噩梦。同时，为了迁就模块化设计，方便快速更换任务模块，舰体也变得更复杂、更脆弱，都成为滨海战斗舰的弱点。第四个严重问题，那就是低估了人员的磨合时间。在执行反舰、反潜、扫雷以及特战等不同任务时，美军会更换不同的任务模块。理论上，当任务模块被安装到某艘滨海战斗机上后，操作任务模块的成员会一并登舰。问题就出现在这里。虽然这些人员平日有模拟训练，但人毕竟不是机器，无法复刻化。每一组操作任务模块的成员在登舰以后，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来与舰上原有成员进行磨合，而不像机器，安装之后就能顺畅运作。这种看似节省资源的模块化设计，反而浪费了大量时间成本，而且操作任务模块的成员一样不足。最后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是，滨海战斗舰各个任务模块的发展速度非常缓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下水的滨海战斗舰只有比较薄弱的武装，而在各种负面消息不断传出后，也影响了国会与海军继续研发任务模块的信心，最终导致反潜任务模块被取消。未来欠缺的反潜能力只能由新一代航座机巡防舰来取代。至于扫雷任务模块，目前则是寄托于水下无人载具，作为扫描、摧毁鱼雷的工具。在了解各种问题后，台湾还要不要采购这批滨海战斗舰？列装后又该怎么去运用呢？其实，在火力军看来，台湾海军可以接手这批军舰。其实，美国最初的计划是打算将这批军舰出售给南美洲国家或者中东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有打击海盗、走私等任务需求，速度快的滨海战斗舰比较符合他们的需求，而且这些任务也不需要太强的火力。目前滨海战斗舰装备的武器足够使用，但事实却与美国预料的大相径庭。一方面，南美洲的国家比较穷，让他们每年花费7000万美元来对这些舰艇保养，估计没几个国家能拿得出来。更何况，当初美国的报价可是单艘5亿美元，这个出售价格与保养费用，估计只有中东那些石油佬能负担得起。但如果台湾能以单艘2000万美元才有这些滨海战斗舰，倒也比较划算。不过，考虑到这些舰艇存在的问题，火力军觉得台湾在装备滨海战斗舰后，或许可以考虑放弃更换任务模块的作业方式，让担任反舰、反潜以及扫雷等任务的滨海战斗舰不再进行角色转换。一方面可以达到成员相互熟悉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降低操作成本。另外，台湾还能改造舰内空间以补充任务，毕竟台湾海军的主要任务范围还是处于近海地区，不会像美国海军那样进行远洋航行。台湾完全可以适当减少成员居住空间，来优化舰内空间利用，并通过限制出海天数来降低成员的不适程度。至于在保养方面，考虑到单艘每年7000万元的保养费用，放在任何一支海军身上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对于台湾来说，海军舰艇主要活跃在近海范围，
可以对这些舰艇进行多次进港检修，尽量避免长时间航行可能会出现的各类问题。当然，台湾也可以在采购前只选择传统构型的自由级，不选择三体船构型设计比较复杂的独立级。整的来说，台湾海军仍在装备老旧的济阳级巡防舰，扫雷部队也急需汰换。虽然滨海战斗舰可能有不少问题，但仍比继续使用已服役多年的舰艇要安全。同时，台湾海军也可以评估新一代反潜巡防舰所采用的反潜装备是否可以转移到滨海战斗舰上，或接手发展未完成的反潜任务套件，以强化反潜能力。不过目前来说，这些问题与计划还处于猜测，台湾海军与美国都没有放出准确的消息。但各位觉得这些滨海战斗机适合台湾吗？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